我觉得疫情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感觉，想说一起把这个疫情撑过去。当然，疫情过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环境并没有改善。当初可能疫情期间，政府的医院答应我们要给的奖励啊，或者是更好的待遇，其实在疫情后并没有看到，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不再有什么理由继续留下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强者朋友。最近呢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护理师出走潮，就算医院呢加码福利，护理师缺口还是越来越大，医院关床已经成为了常态。那到底为什么护理师会留不住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台湾护理产业工会的理事长罗运生护理师来跟我们聊聊。那强者朋友强在哪呢？首先，罗运生理事长呢是资深临床护理师，毕业于台大医院的肿瘤科病房。后来呢，成为了台大癌医中心的护理师，至今已经累积了7年以上的临床资历。而且理事长呢，除了第一线照顾病人之外，他也很关注护理产业的劳动权益，因此投入了护理工会，为护理师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那今天这集呢，是我们的会员福利议题许愿池票选出来的题目，就会请罗运生理事长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护理师为什么留不住，这波出走潮对于一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果护理人力继续的流失，台湾的医疗体系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危机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在为品牌经营社群吗？真是辛苦你了。内部报告使用没有数据、没有框架，讲起来总是卡卡的吗？想找代理商合作，却连设定目标或者是预算该抓多少都没有头绪吗？简云设计针对不同的阶段需求，提供了2大社群行销方案，分为策略规划与执行落地，可以先厘清发展的方向，再决定后续的执行。第一步呢，可以先从社群成长指南开始，我们会协助品牌厘清社群的现况，锁定受众，设定目标，并且规划具体的内容策略，还有社群框架，让你有清楚的执行计划，内部的决策更顺畅。那如果方向确定了，再来评估社群维运执行是否要交给我们执行。在社群维运执行的方案当中呢，我们会负责制作内容与投递广告，并且定期的追踪成效，稳定的达成目标。如果你希望社群经营更有方向，合作更有弹性，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到我们的官网洽询，让我们提供你最适合的社群经营方案吧。那请我们罗运生理事长简单的跟我们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罗运生，那我是台湾护理产业工会的理事长，目前是在台大癌医的肿瘤病房工作。好，对。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我们一开始有2个基础题想要问你，想要让你知道一下现在护理师他们平常的工作状况到底如何。好，第一个是你猜一下，护理师一天的工时大概是几个小时？11是吗？我们的表定工时一样是8小时啦，每周工作5天。对，那当然实际状况超时是蛮频繁的，对对，蛮长的这样子。大概会到多久？可能9到10个小时跑不掉。所以一周这5天会是连续的吗？还是就是排班？因为我们是排班的工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一周会上5天，也有可能这一周的假日被挪到下周，所以可能这个礼拜上6天也有可能，比如说上3休1再上4天这样子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平均可能要上9到10个小时。对，至少以白班来说，忙碌程度大概是9到10个小时。那你们在听到中国人在抱怨996的时候，这不就我的日常？对啊，所以其实对啊。那再来就是请志祺也猜一下，平均护理师一个人要照顾几位病人？18。哇，你太看得起护理人员了。我们如果用病房来说啦，就是如果是病房的白班为例的话，各层级医院大概是5到10不等。那当然，因为台湾护理的工作的结构就是小夜大夜都会是更多人数，所以像刚才志祺提到的18有可能出现在大夜班啦，就大夜班一个护理师是有可能照顾18或者甚至20床这样子。台湾的这个病护比跟国外比起来的状况是如何？像一些欧美国家，比如说美国，它就是以1:4当基准，然后或者是加拿大、澳洲也都是1:4到5，那他们是3个班别都是1:4到5。对，哇，这差很多，直接都是2倍、3倍以上。因为我看到的数据是说，现在好像医院的护理人员的缺口大概都有6% 左右，是这个数字吗？好像6到10吧，所以疫情刚结束那个时候接近10%，对。可是这个10% 是刚刚所谓的这个有可能是1:18的这个病护比的10%，但如果我们想要让它1:4的话，就要更多人，那缺口会更大这样子。
我是想说，刚刚听到的一些数字，可能大家不好想象，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分享一个你入职以后觉得最崩溃的那种工作经验？去年有一次上大夜班，我那时候是顾12床，可能跟很多医院或者是病房比起来，对大夜班来说算是好的护病比，因为我刚好在肿瘤病房工作，那我刚好有一个病人本来就已经是临终，然后他在等适合的时间，对，那他选在我的班嘛，那我当然会帮他走了之后擦身体，一起换衣服，把他送离开，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大概花1个小时多专注在处理这床的事情上。那通常大夜班早上4、5点就会先出门，因为必须要帮病人们抽血，或者是给我们早上早餐前的药等等的。结果那一天去到第3床的时候，就发现病人的意识状况怪怪的，我就只能赶快帮他紧急的处理。我大概又花了可能1个小时多，会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要处理那一床，还要协助比如说家属的担心啊，或者是请医师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沟通，我们也都要做记录，或者是我们要从旁协助这样子。但我那天就大概剩下还有8个病人，我早上都没有去，我就等于说其实其他8个病人或许早上有一些状况，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我去帮他处理的事情，我就没有去到他那边评估到，我就只能交给下一班。我觉得会让我觉得比较气馁或是挫折啦，因为交给白班之后，不是我那几床没有去看他嘛，那白班可能早上去的第一趟就会发现，这个病人竟然发烧了，或者是去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本来的引流管可能已经都渗湿了，但我根本早上没有时间去那些病人那边，对那些病人来说就会很抱歉，那照护品质真的就是会比较差，那也会增加下一班的负担。对，好像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回归到自己跟群体的这种内疚感会很强烈，这是一个无止境的漩涡，是没有办法请同时段的其他护理师帮忙的是吗？其他的同事他同时可能也会有12、13床，他们通常也会把他们事情做完，就会来问我要不要帮忙。对，但是因为那一天其实大家都有点忙碌，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就会觉得，第一个是心灵上面蛮疲惫的，然后在身体的劳动可能也很多，所以他在身心都很疲惫的状况之下，可能大家就会期待说，那这个至少薪资要有一点点补偿嘛，你做一个比较累的工作。那护理师的薪资区间到底在哪边呢？台湾护理师的薪水的差异度蛮大的，有地区就是北中南的区别之外，又有医院层级的区别，但是大致上会是在32到50K 之间，因为有些医院，有些私立的医院，他可能会用比较低的底薪，那他可能是用奖金或者是绩效等等的去计算他的薪水，这样子。护理师的绩效是什么？应该说我们薪资结构里面就有原本的薪水，然后还会再加上可能比如说夜班费之外，通常医院都会有一笔绩效是去考量，比如说你任职的这个单位它有没有获利这样子。对，其实跟蛮多公司很像啊。应该有很多的护理师会经常被要求加班，但是却拿不到加班费，这个是真的吗？然后是为什么？对，我觉得大家报加班费或者是拿不到加班费，大概有2个面向的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护理师在过去受教育跟训练的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是一个封闭或者是比较需要服从的环境。对，所以其实到了职场上，过去并不会被教我们如果加班或者是超时工作了可以去拿加班费，甚至有很多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医院或者是单位的主管会觉得这个就是护理师的使命，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完再离开等等的，所以就导致其实很多护理师自己不报加班。那再来就是，即便现在我们做很多倡议的行动，希望护理师勇敢的报加班，但是因为过去并没有那么多人报加班，所以其实我们在报加班或者是申请加班费的这个过程，护理长或者是医院主管就会觉得说不太懂为什么你们要报加班，这是一个软文化，就习以为常了。你今天你为什么破坏这个东西？但我有一点点好奇，大概怎么样就可以算是不错的待遇了？不错的待遇，我觉得对护理师来说比较可悲的事情就是，只要这间医院它能做到符合劳基法的规范，我觉得就会是大家觉得不错的医院了。我觉得这是现在令人难过的状况，因为大部分的医院，我们申请加班的这个状况还蛮艰难的，还是有很多医院是不会给加班费。那这样子不能够检举？当然我们会收集证据然后去检举这样子，但是也就像刚才讲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护理师，当我们提出
说那我们一起去检举医院或者是去揭发的时候，就还有很多护理师就会退缩，他宁愿选择他想要这份工作，或者是不想跟医院起冲突。我这边会有一个不解的点，就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想的话，好像会感觉说，当现在是一个缺工潮，大家都要护理师的时候，理论上他的待遇可能会上升，或者是今天是选择权在护理师这一方，但是实际上听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吗？我觉得护理师是有选择权的，所以其实才会现在越来越多护理师会选择用脚表达声音离开、离职这样子。但这样子他们还是不敢说我要合理的加班费。留下来的那些人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去教育或者是鼓励他们，算是我们工会持续努力的目标了，也是希望留下来的人要勇敢的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我好奇现在这个护理师的离职潮到底有多严重？我觉得可以分享我们单位的例子。我们单位30个护理师，然后我们在农历年前离职4个。那这样子补要补多久？我们如果一个护理师新人进来，我们需要花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确保他独立上手。少了这4个，等于说我们可能半年都会面临人力短缺的状况，然后是有在带新人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一天白天上班，同时有4个同事在带新同事，这样子大家压力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可能就会1个月带1个这样子。我们有听说，其实近期的这个护理师离职潮是历年以来最严重的。可是我有点好奇的是，其实这个离职潮在疫情的时期好像没那么严重，反而是在疫情结束之后有一个大爆发的状况。为什么反而是在疫情后有了这个大的离职潮？我觉得疫情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感觉，就觉得现在疫情来了我们大家彼此在同一个病房，会觉得说虽然现在很辛苦，但是有一种共同作战的感觉吧。其实我觉得疫情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有被重视，或者心理上面有些支持的。对对对，然后大家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想说一起把这个疫情撑过去。当然疫情过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环境并没有改善，当初可能疫情期间政府或者是医院答应我们要给的奖励啊，或者是更好的待遇，其实在疫情后并没有看到，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不再有什么理由继续留下来，所以其实疫情之后离职的人就比较多。我听到这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对运生很好奇的问题，就他刚刚一直用一些很温和的方式讲出很糟糕的状况然后他甚至自己是工会成员，所以他对这一切状况都非常了解，那他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工会的大家都有对护理的热忱啦，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真心喜欢护理工作才来当护理师，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这个环境可以有一些改变，然后让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做这样。那你觉得做得到吗？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团结起来，有往一致的目标前进，应该是有机会。但我想要知道那最支持你的哪一个心情或哪一个事件，你觉得会是什么？我觉得蛮多是来自病人或家属给的回馈跟成就感。我觉得在这7年肿瘤病房照顾的工作历程是真的有遇到，我觉得可以用天使一般的病人跟家属来形容。我给他的护理指导或者是措施，他们都会很认真的笔记起来，然后他看到你来上班的就一定都会跟你打招呼，或者是家属会跟你一起讨论怎么让病人的生活品质更好，然后一起改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最近这个病人治疗又遇到了困难，然后比如说疾病又在恶化，那可能需要开始讨论一些临终或者是后事的事情，都会很愿意跟我讨论。我觉得的确还是在跟这些病人跟家属的互动过程中找到很多。完蛋了，我刚刚听起来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吗？这是最基本的吧？对对对，刚刚听到让我很惊讶，就是他觉得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像天使一般的人，我就想说奇怪，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才是天使吗？我觉得那些真的是一些支持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医院或者是主管他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更好的待遇，或者是让我们可以更专心在我们的工作上，也会更让我们想留下来。看着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微妙，这个环境并没有给护理行业那么多的尊重嘛。这我的普遍理解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去看病的时候就会常常遇到一些你不是要找别人帮忙吗？你在大声什么？然后就很不爽，就觉得奇怪，这在干嘛？或者是很无理的病人很多啊，然后你就觉得哇，这是不可控的。
这不是因为我今天我对你好，然后他就会对我很好，其实很难。我很好奇，我们现在如果不谈他们个人选择，我们就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志祺你会给这些护理人员什么样的建议？跟你觉得这个产业到底该怎么办？台湾的病人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要大家一起去想，有那么多的医院，就是应该要调整一下，或是台湾医师也有在离开嘛，那就代表台湾对于医疗这件事情的结构是很彻底的崩坏了。我们已经谈论医疗产业的事情讨论了很久了，偶尔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需要多一点点的封建的那种文化。就是你这个城邦，你需要在这边得到那么多的劳动力的话，你需要做这些基础建设。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或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你需要劳动力，你就要付出这些事情。那他可以用很右派的角度去思考它。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些巨型的企业应该要某种程度去想的事情，不然大家过得真的不好吗？你今天你一个员工遇到了你的家人生病，你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照顾的，那你是为了维持这个环境，你应该要多花一点。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资本去谈这些事情，我也只能够就对着空气说啊，你应该要，你应该要。可是我觉得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一下，或许它最后就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但我好奇医院本身，现在台湾的医院他们是真的都有赚钱的，然后都是有赚钱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医院视为一个我们可以挑战它，请它再多吐一点东西出来的一个存在。对，之前有讨论过总额制度，然后跟健保跟这次的护理师，就会觉得说哇，不知道该从何救起。从你们的从业者来讲，你们会怎么建议啊？我们工会自己有讨论过很多，其实我们一直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把基本的照护的工作内容、护病比的规范再更明确的写下来。像刚才提到的那些我们所谓护理专业的工作之外，我们可能每天还会负责很多仪器需要点数量啊，还有保养或者是一些非照护工作的事情，其实很多，其实也对护理师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另外就是在病人照护这边，台湾的护病比一直都没有规范，到现在都是平均的状态，它真的很不能反映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的状况。也不是只有病房，急诊或者是加护病房也应该要有他们自己的护病比，门诊也是不是应该要规定说一个门诊护理师他有没有一个病人的数量。其实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都很着重在医师端、医疗端，但如果可以多站在护理师的角度来想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环境再稍微好一点点。你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护理师的这个人力流失会对大家造成的最大影响会是什么？对我来说啦，比较明显的应该是病人在接受照护的品质上可能会比较低，一定会有一些我们平常要做的指导或者是措施会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平常比如说可以做到100分，那可能今天就是打折变80分。但我刚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事情让一般人能够感觉到的程度都还是太少了，不知道这个环境崩坏的有多严重，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会需要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关注跟花力气来帮忙改变。的确是有这个状况，应该说过去我们也试着做蛮多宣传，希望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现在护理师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没有什么就医经验，或者是离所谓照护体系、医疗体系很远的话，其实真的不太能了解我们在说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癌症病人，其实还是有蛮多病人都蛮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人力不足，有的时候可能病房会稍微缩减一下床数，那就会有一些常规要进来住院打化疗的病人，他的抗癌治疗计划必须要延后。那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们常就会进来住院的时候就说啊，我又晚了5天才打药了，不知道我的癌症会不会就是复发，对，或恶化。我觉得常常来医院或者是真的生病在住院的病人，他们应该是有感受到我们在从疫情之后，或者是这2-3年以来我们护理工作的变化或者是压力。如果民众能更关注护理议题，当然也对我们推动这些改善的政策有帮助。但是的确就像刚才说，我觉得对一般的大众来说，如果他没有切身的去住院的经验，或者是他自己家里面并没有病人或照顾者，我觉得的确要他们站出来去支持我们改善权益，还有一段路要走。这边我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医院是不能够给红包嘛，这是不行的。那如果我今天我真的想要表达一些谢意，可能就是说可以进饮料，这个好像是可以的。
那还有哪些东西对你们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还是愿意相信有一些病人是有善意的。清饮料的确对护理师来说是会蛮开心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想要减轻我们的负担或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住院的那个当下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对对对，都有听，然后学好，不要让我教2次、3次、4次还学不会。对对对，哇，我觉得他要的都好基础哦。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奇是。因为我知道，有听说因应这次的离职潮，其实有许多医院他们有提出一些留任方案嘛，不管是调薪或是改善工时，但似乎效果都不大。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医院在说他们发这个留任的，不管是奖金或者是奖励也好，其实背后并不等于实质的加薪。就比如说我们蛮多护理师会遇到医院会给你高额的留任奖金，但他是要再签约，然后那个约可能会提到，比如说你需要受他调动去人力少的单位支援啊，或者是会需要配合医院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加薪，就是很没有诚意就对了。对对，那也有一些医院是他真的帮我们调了基本的薪资，但下个月或下2个月之后发现我们的奖金减少，所以整体算起来并没有加薪。你们被医院 PUA， 那好奇就是这次的离职潮，像你们工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比如说没有办法沟通的医院，或者是去争取权益了，但都没有任何改善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那离职没关系。对，那当然我们有蛮多护理师在找到我们的时候都会说他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他在他们的单位有找到一群愿意跟着他一起，比如说争取加班费，或者是我就是要照我的时间来请特休，如果大家有团结起来，那或许这个单位就有可能可以改善。那以你来看，就是行政院他们这一次有提出一个什么3班护病比入法，然后还有可能200亿的这个经费补助，就对于护理人员来说，这是真的有实际帮助了吗？如果这个政策它真的可以照我们当初讨论的赶快实行或者是公布，比如说3班护病比，我们去年3月就已经有公告了一个规范，原本说今年就要求各个医院尽可能达标，但是因为到现在这个政策是模糊的，所以就等于说没有效。那当然刚才讲到，比如说拨更多的经费给护理师，增加夜班费，或者是政府有一些款项是用来投注在医院身上，然后希望医院去做一些鼓励大家留任的一些措施，比如说临床教师，就是带新人的护理师的薪资可以调整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医院人力补助计划。但是到底有没有实际对护理师来说有帮助，我觉得还要再观察更久的时间啦。但我觉得短时间内，比如说我们都有拿到增加的夜班费，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但我相信政府是不可能可以一直把钱投注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啦。其实对我们工会来说，我觉得还是期待政府端要把规范或者是把这个制度真的入法，或者是把它写清楚，然后医院端应该要去了解护理师并不是成本，这群护理师是医院宝贵的资源，应该要帮这些人加薪，而不是选择去盖新的医院、盖新的大楼。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观众或者是护理师说的吗？我觉得就是护理工作它真的是很忙碌，然后平常的压力真的很大。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我觉得我们留下来的人应该都是对护理有抱持着一些热情，然后我觉得那些把它想象成一把把火好了，我觉得我们还留下来的人只是那些火可能从一开始接触护理的时候烧的比较旺了，但是有熄灭的一天啦。所以我会觉得既然还有一些护理师还持续在这个地方工作，跟为护理专业为病人照护着想，那我会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可以团结起来做一些行动，或者是去发声。那当然加入工会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自己的主管要加班费，或者是跟自己的医院去吵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会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工会，然后跟我们一起努力，在我们真的已经全部离开之前，我会觉得还有这个机会。听说护理师加入工会的话，也有可能会被比如说护理长刁难的吗？你可能会面对护理长的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加入工会并没有错。你只要加了工会，我们都会教你或者是陪你，让你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工会的护理师，然后知道怎么保护权益。我们是会有能力去抵抗这件事情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环境。谢谢你今天沉重的分享，这集就先到这边。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别忘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